嗨，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聊一本蛮有意思的书，《阿米宇宙之心》。这本是上次那个彼得罗遇到外星朋友阿米的续集嘛。然后这次呢，他还认识了一个从别的星球来的女孩子，叫文卡。我们今天不只是要讲故事哦，是想跟你一起，好像跟着彼得罗他们走一遍，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挖一些，真的有打到，或者让你觉得，好像可以这样想的一些点。准备好了吗？没错，这种故事啊，常常外面是奇幻的嘛，但里面呢，包裹了对生命啊、宇宙啊蛮深的思考。这次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主角彼得罗的心情变化，对不对？还有他怎么去理解阿米讲的那些所谓的宇宙法则，还有啊，他跟那个新朋友文卡两个人那种有点微妙的互动。这不单单是一次太空旅行哦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在成长的可能性。故事一开始，彼得罗就卡关了。他把上次遇到阿米的事写成书嘛，结果他那个超理性的表哥维克多，压根不信，就觉得他全是瞎白的。对，搞得彼得罗自己都有点毛毛的，想说难道真的是我幻想的？最后为了保护自己，只好跟大家说：“哎呀，没有啦，那个是故事啦。”这点就很有意思了，对吧？点出来那个我自己经历的跟别人相不相信中间的那个拉扯。当你的体验太奇怪，不符合一般人的那个尝试范围的时候，用故事来包装，好像变成唯一的办法。这后面其实也藏着阿米一直强调的那个核心观点：宇宙的基础就是爱。如果我们的科技啊、聪明才智啊没有爱的那个方向盘，那最后可能只是在加速毁灭自己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彼得罗就很纠结啊，到底是真是假？他就想找证据嘛。之前阿米不是送他一个外星核桃吗？结果跑去问奶奶，奶奶说：“啊，有这回事吗？完全没印象。”最后他才想到啊，对，海边那块大石头，阿米不是在上面刻了一个有翅膀的爱心符号吗？他觉得，这个总该是铁证了吧，非得找到这个不可，这样才能堵住表格的嘴，也能让自己心安一点。你看到这里怀疑的力量就出来了。即使是自己经历过的，只要旁边没有人证物证，那个记忆就可能开始动摇，甚至会否定自己。那个爱心标志就变成一种信念的寄托了，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。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我们有时候拼命想找外在的证据，但真正能撑住我们的，搞不好是里面那个心够不够定？维哥多代表的就是那种眼见为凭的理性嘛。对，彼得罗呢，就是我感觉是真的那种直觉。这两个在那边拉扯，本身就蛮有张力的。于是彼得罗就硬要有点卢小小说服他表哥开车载他去海边找，结果到了晚上，他表哥又怕黑又怕滑的，还不小心掉到水里，裤子都湿了，气得说什么都不往前走了。哈哈哈，对，彼得罗没办法，只好假装睡觉，等表哥睡着了，自己再偷偷溜出去摸黑去找那块石头。这边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？大人啊，顾虑很多，想东想西的；小孩呢，反而有一种单纯的决心。维克多那种理性，在这里反而变成阻碍了。而彼得罗那股傻劲儿，其实就是一种对确认真相的渴望嘛，强到可以盖过怕黑怕危险。为了证明自己没疯，经历是真的，他愿意去冒这个险。然后他辛辛苦苦爬上那块大石头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就在他心灰意冷，觉得好吧，果然是我在做梦的时候，阿米突然蹦出来了，还笑他说是他用了障眼法了。这个转折。对啊，接着阿米就带他上飞船了，还介绍了一个新朋友给他认识，从契亚星球来的女生文卡，紫色的眼睛，玫瑰色的长头发，听起来挺特别的。不过他们两个第一眼看到对方好像都不太顺眼。这个也很真实。这段有好几个点可以想一下。第一就是障眼法，这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平常看到的现实，可能也只是我们认知能力看到的部分，更高层次的存在，也许可以轻易的隐藏或显现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。有可能哦。第二个就是彼得罗跟文卡第一次见面，
那种互相看不顺眼，像不像我们平常对人的第一印象或偏见？要等到带上那个翻译通可以沟通了，哎，那个隔阂才慢慢不见。这就点出了沟通的重要嘛。对，还有一个小插曲，阿米竟然看穿彼得罗心里偷偷想的坏事，就是他想说，如果学会超能力，就可以去玩具店变一个免费玩具，或者让老师考试都给他打100分之类的。哈哈，小孩子嘛。结果阿米直接跟他说：“哎，你这样想完全违反爱心法则哦。”搞得彼得罗超糗的，又气又丢脸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照镜子的时刻。阿米直接把他心里面那一点点小小的自私啊，想走捷径的心态掀开给他看。这虽然很难堪，但却是成长的开始啊。认识到自己里面也有不那么光明的地方。他那种羞愧跟生气其实很真实嘛，对不对？谁的心思被戳破会开心呢？对啊，但这也点出了知道道理跟实际做到中间那个距离。这时候文卡的出现帮忙缓和气氛，也暗示了人际关系的支持。在这种自我面对的时候，还蛮重要的。接着啊，阿米就展示了一个超厉害的东西——银河系的舞蹈。透过飞船的特殊功能，他们看到整个银河系在时间快转下的样子。哇，那个星系就像彩色的漩涡，星云像烟雾一样飘动，还有各种奇妙的声音，像交响乐。这个景象完全把彼得罗跟文卡给震撼住了。这不只是特效很炫而已，对吧？它呈现的是一种宇宙观。宇宙不是冰冷的、死掉的，而是充满了生命力、韵律感，还有美。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巨大的和谐里面一起跳舞。阿米还说了一句：“神从每一个个体的内心观看周围的一切。”这想法很有意思啊，好像在说那个神圣的源头不是在很远的地方，而是就在每个生命里面，透过我们去体验这个世界。而且飞船还有一个功能，可以投影过去的影像。阿美就让彼得罗看到过去的自己在海滩上的样子，还解释说为什么那时候他没看到飞船，因为他那时候的感觉还没打开到那个层次。这就讲到感知的层次问题了。我们能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，是不是就是全部的真实？阿米那个比喻很妙啊，肝脏细胞如果跑出来看你这个人，他没办法理解你是一个人嘛，可能只觉得你是一个巨大的、不太会动的东西。哈哈，对。这就在提醒我们，不要用自己很小的那个视角去限制对更大东西的理解。搞不好，我们这个银河系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生命体啊。有可能。然后在去契亚星球的路上啊，阿米讲了一个救生圈的比喻。他说那个自我 ego 就像不会游泳的人身上的那个救生圈，在你还不够成熟的时候，它能保护你，给你安全感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想真的学会游泳，也就是学会按照那个爱心法则去生活，你就得慢慢练习，最后要把这个救生圈丢掉。这个比喻真的太贴切了。自我意识在我们小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我的感觉，保护我们不受伤。但如果一直紧抓着不放，什么事都从我出发，就会变成一种阻碍，让我们没办法体验到更深的连结跟自由。学会游泳就是要培养里面的力量，去相信那个更大的法则，也就是爱，而不是只靠外在的防御。而且阿米也强调，不能硬把救生圈抢走，要等你自己准备好，慢慢放手。这就说明成长是急不来的嘛。然后阿米又丢了一个震撼弹，他说彼得罗跟文卡他们两个啊，其实是从更进化的文明世界转世或者说投生到地球和契亚来的。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完成一个神圣任务。哇，这个就带出灵魂使命的概念了。听起来很玄哦，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我们的存在也许不只是为了吃饭睡觉生老病死，而是带着某种更深层的目的来参与这个世界的进化。
这下子就把生命的格局拉得很大了。那这个神圣任务到底是什么呢？阿米就解释说，像地球啊、气亚这种星球，科技发展很快，可是人心，那个爱心水平没跟上，所以未来会面临很多挑战，可能是天灾，也可能是人祸。彼得罗跟王卡的任务就是要回到他们各自的星球，像一颗种子一样，去帮助提升大家的意识，避免走向毁灭。这完全就是在提醒我们现在的社会嘛。科技本身是中性的，可是如果用它的人心里面没有爱、没有同理心，那科技就可能变成毁灭的工具。但有趣的是，阿米也说，他们这些高文明不能直接出手干预，好像改考卷一样帮地球人过关。对，不能代考。没错，进化得靠自己来，这就点出了内在觉醒还有自己要负责的重要性。外面的帮助只能辅助，不能取代你自己要努力啊。阿米还说，像他们这样来执行任务的外星灵魂，其实地球上到处都是，成千上万，只是外表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根本认不出来。判断的标准不是看长相，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在服务别人，在付出，在促进理解跟和平。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他把外星人从那种科幻片里来侵略的形象，变成可能是我们身边那些默默在付出、散发光和热的人。这是不是在鼓励我们多去注意、多去学习身边那些充满善意、很无私的人？阿米还提到，这些使者是自愿来的哦，目的是要弥补过去犯的错。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宇宙级的学习跟平衡机制。接下来，他们去参观了一个在海底的超级巨大的公营船，还见到了负责援助地球计划的其中一位负责人，叫做少校。这个少校气质很不一样，感觉充满了智慧跟慈悲。少校的出现好像让我们看到更高进化状态的样子，就是内在很平静，智慧很深，然后自然而然流露出那种爱。光是他这个人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，而且他提到这个援助计划是跨星球、跨维度的合作，这视野真的很宏大，感觉整个宇宙都在为进化努力。笑笑就强调说，宇宙的核心法则就是爱，如果违背它，就会自找苦吃。地球还有气啊，接下来要经历的转变是挑战，但也是提神的好机会。他们会在必要的时候帮助那些真正活出爱心的人。但他又再次提醒，关键还是要靠人类自己，要发展那个内在的感应能力，而不是一直等着外星人来救。他的话里面有希望，但更多的是责任。那个大团圆的愿景，就是当地球意识提升之后，融入宇宙大家庭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前提是我们要先毕业啊。对。而那个内在感应能力，好像是关键的钥匙，让我们能接收到指引，做出对的选择。这是不是在暗示，答案其实在我们心里，不是在外面？很有可能哦。他们还跟着另外一位上尉去看了一个地震防止的行动。好多飞船集聚在海底的巨大岩洞里面，用一种能量去，好像是化解地壳板块的压力点，然后引发一些小小的地震，来避免那种毁灭性的大地震。这个就展示了高度文明的科技可以怎么被用来守护生命，跟我们地球上常常把最高科技用在武器上面，是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干预嘛？目的是减轻灾害，保护那些善良但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帮助地球进化的人们。这也让人想，我们以为的天灾背后是不是有更复杂的原因？后来，他们的飞船浮出水面，刚好遇到一艘货船，船上的人吓坏了，还有人对他们开枪。阿米就叹了口气说：“进化程度低的人类就像孩子一样，很冲动，很害怕，会有攻击性，要原谅他们。”可是彼得罗他们就觉得奇怪了，你之前不是说进化程度高的人也像孩子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就点出了孩子的两种状态，一种是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，就像那个开枪的船员，被恐惧控制了；另外一种呢，是经历了成长，整合了智慧之后，
又回归到的那种很纯真、很善良、充满爱跟好奇心的孩子状态。哦，从第一种孩子进化到第二种孩子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变得冷漠世故，而是带着智慧找回内在的纯真。诶，这个说法蛮好的。然后阿米还秀了一下漂浮，接着又介绍了一个更神奇的朋友，来自第4度空间的库斯。它可以随便变形，一下变成人，一下变成别的，还能瞬间移动，变出花来，完全超出想象。库斯的出现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。第4度空间在这里感觉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，更像是一种意识的维度。达到那个层次的生命，拥有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这个3维世界的物理法则。这是不是在暗示我们生命的潜能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呢？而阿米一直强调的那个爱心跟信心，好像就是打开这些潜能的钥匙。终于，他们到了文卡的家乡契阿星球。阿米说要带他们去见一个知道如何获得爱心的朋友。结果呢，带他们去见一个住在山里的看起来很普通的老人家，叫克拉托。文卡当下有点小失望，觉得一个农夫能教什么高深的道理啊？这点是不是很反映我们常常有的心态啊？总觉得大师一定要有某种形象或有什么头衔。阿米好像一直在打破这种刻板印象。他也提醒说，学习是一步一步来的嘛，而且老师到处都是。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人，搞不好正好有你现在最需要的智慧，不能用世俗的标准去量。在去见老人之前阿米还解释了一个太阳大师的概念。他说这是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最高精神导师，就像一个灵魂的太阳一样。地球上所有真正的宗教创始人伟大的导师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其实他们的灵感来源都是这位太阳大师所代表的那个爱的核心。所以追本溯源，大家拜的其实是同一个爱字，根本不应该为了名字形式不一样就吵架打架。这个观点格局很大，是想要化解宗教之间的那些隔阂跟纷争。他强调所有好的教导核心都是爱。如果我们死死抓住外在的仪式名称或是崇拜某个特定的人，反而可能离那个核心越来越远。太阳大师更像是一个象征，代表那个超越所有形式的、普遍存在的、神圣的爱跟智慧源头。然后他们降落在契亚星球了，空气中有种很奇透的香味。他们见到了老人克拉托，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动物，有种长得像狗，可是脖子很长，脸像猫，叫布狗，不过老人叫它特拉斯克。还有一种会飞、会游泳又会走路，脸长得像人的，叫三七。阿米跟这些动物处得很好。踏上外星球的感觉一定很奇妙吧？这些奇特的生物又再次提醒我们，宇宙真的太大了，我们的认知很有限，不要随便用正常或不正常去评判。而阿米跟动物的互动，又一次证明了爱是共同的语言，可以跨越物种的。然后那个热情的老人就请他们吃饭，结果主菜竟然是用那个三七做的料理。彼得洛一看哇，觉得超恶心的，这个动物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？正想开口抱怨，阿米就慢悠悠地问他：你在地球不是也吃小羊羔吗？哈哈哈，这下尴尬了。对啊，这下好了，不止彼得洛，连原本可能想附和他，也觉得小羊很可爱的文卡，都瞬间脸红了。哈哈，这简直是一个大型的双重标准现场教学哦。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文化里面觉得这不对劲的地方，比如说吃奇怪的动物，可是对自己文化里类似的行为，吃可爱的小羊，就觉得很正常，视而不见。对对对，阿米这一招真的很高明，一针见血，就把他们两个人潜意识里的矛盾跟偏见点出来了。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们，在批评别人之前，先回头看看自己？文化跟价值观确实有它的相对性，保持开放跟理解，比急着下评判，好像更重要。
哇，跟着彼得罗和文卡这一趟走下来，真的好多冲击，好多可以想的东西哦。从一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到认识新的伙伴，看到宇宙那么壮阔的景象，还接触到这么多关于爱啊、自我啊、使命啊这些很深的讨论。确实，这本书透过阿米的引导，不断在挑战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，像是那个自我像救生圈的比喻，对吧？还有孩子那2种不同的意义，以及所有好的导师其实都来自同一个爱的核心，这些都蛮值得我们回去慢慢想一想。尤其是最后那个关于吃3七跟吃羔羊的对比，哇，太生动了，直接点醒我们，看别人之前，真的要先看看自己。那么听完我们这次的探索，你有没有哪个部分让你特别有感觉，或者哪个想法让你停下来想了很久呢？如果爱心真的是宇宙运行的那个底层逻辑，那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，你感觉到它的存在了吗？它又是怎么样展现出来的呢？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。咱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